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8万的车，你确定看得起？王志强斜着眼睛，语气中满含嘲讽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。陈峰平静地说。了解。王志强冷笑一声，买得起再说这些有用没用的吧，别在这里浪费我时间。陈峰沉默地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开。1年后，当王志强再次见到这个男人时，却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王志强的手机从颤抖的手中滑落，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就像他此刻支离破碎的内心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是个普通的周三下午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豪华的 4S 店展厅里。陈峰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，身上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肩膀上还背着一个普通的黑色双肩包，看起来就像刚下班的普通工人。王志强正在整理桌上的宣传册，余光瞥见陈峰的穿着，眉头不自觉地皱了皱。作为这家豪华品牌 4S 店的销售经理，王志强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穿着普通，神情拘谨，多半是进来看热闹的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王志强站起身，语气礼貌，但明显缺乏热情。陈峰环顾了一下展厅，目光停留在角落里的一台银色轿车上。我想看看那台车。那台？王志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哦，那台啊，那是我们的旗舰车型，38万起步。他特意加重了38万这几个字，语气中带着试探的意味。陈峰点点头，能具体介绍一下吗？比如油耗怎么样？王志强心里暗暗摇头，又是一个来学习的。这种客户他见得多了，问这问那，但从来不买。他懒洋洋地走向那台车。油耗的话，市区大概8个左右，高速能低一些。正说着，店门口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，一台黑色的豪华 SUV 停在门前，车价少说也有80万。王志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连话都没说完，就快步迎了过去。从 SUV 上下来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定制西装，手腕上戴着价值不菲的手表。王志强的脸上瞬间堆满了笑容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张总，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王志强殷勤地迎上去。您上次提到的那台限量版到货了，我特意给您留着呢。张总点点头，带我去看看。好嘞，您请这边走。王志强亲自为张总引路，还不忘回头对陈峰摆摆手。那位先生，您先自己看看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陈峰站在原地，看着王志强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，什么也没说。他继续绕着那台银色轿车转了一圈，看看车身外观和内饰设计。店里的另一位销售员小黎走了过来。先生，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麻烦你了。陈峰礼貌地回应。我想了解一下这款车的配置。小李是个刚入职的年轻人，工作态度比王志强认真多了。他详细地为陈峰介绍着车辆的各项功能，从外观设计到内饰配置，耐心解答着陈峰的问题。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吗？小李礼貌地询问。陈峰点点头，是的，路过看到就进来了解一下。那边，王志强正在为张总介绍着一台价值60万的豪华轿车。他的声音大的整个展厅都能听见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个大客户。张总，这车的内饰全是意大利进口真皮，音响系统是顶级的哈曼卡顿，绝对配得上您的身份。
王志强一边说着，一边偷瞥陈峰那边的情况。陈峰正在仔细查看车辆的配置表，还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。王志强心里更加确定，这家伙就是来学习的，或者干脆就是个汽车爱好者，过来过眼瘾。张总试坐了一下，满意的点点头，这车不错，不过我还想再比较一下其他几个品牌。那当然，张总您慢慢考虑。王志强继续陪着笑脸，要不我安排个试驾，下次吧，今天时间有点紧。张总看了看手表，我先走了。王志强一直把张总送到门口，目送着那台豪华 SUV 离开，脸上的笑容才慢慢收敛。回头一看，陈峰还在那台银色轿车旁边，似乎在研究什么。先生，您看的怎么样？王志强走过来，语气明显没有刚才对张总那么热情。挺不错的。陈峰直起身，请问这车的保养成本大概是多少？王志强内心翻了个白眼。保养成本这种问题通常只有两种人会问，一种是真的想买但预算紧张的，另一种就是纯粹来打听消息的。从陈峰的穿着来看，王志强更倾向于后者。保养费用这个要看具体情况，一般来说，这个级别的车一次小保养大概2000左右，大保养可能要5、6千。王志强随意地回答着，眼神已经开始往别处飘。2000？陈峰皱了皱眉，会不会太贵了？这句话彻底坐实了王志强的判断。他心里暗想，果然是个穷鬼，连保养费都嫌贵，还想买38万的车。先生，这个价位的车保养费用都差不多，如果您觉得贵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入门级车型。王志强指了指展厅另一边的一台小车，那台只要18万，保养费用相对便宜一些。陈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那是一台明显低了好几个档次的车型。他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的说，我再考虑考虑。行，你慢慢考虑。王志强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。我们的宣传册在那边，您可以拿一份回去看看。说完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，明显不想再搭理陈峰。陈峰在展厅里又转了一圈，仔细看了看其他几款车型，期间又有2个客户进店。王志强立刻变身为热情的销售员，对那些穿着体面的客户嘘寒问暖。一位穿着时髦的女士询问一台红色跑车的价格，王志强几乎是贴身服务，连水都亲自端过去。而对于陈峰，他就当作空气一般。角落里，店里的老技师李师傅正在做车辆检查。他是这家店的元老级员工，干了10几年了，什么样的人都见过。看到王志强的表现，他不由得摇了摇头。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李师傅走到陈峰身边，主动搭话。我在一家公司上班。陈峰简单的回答，平时对车比较感兴趣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车。李师傅笑了笑，我儿子也是，天天研究各种车型。陈峰点点头，确实，现在车的款式越来越多，选择也多了。那你平时开什么车？李师傅随口问道。一台2手的小车。陈峰回答得很简单，主要是上下班代步。李师傅点点头，继续忙自己的工作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位询问红色跑车的女士准备离开了。她对车很满意，但价格让她有些犹豫。美女，这车真的很适合您，您这气质，开这车绝对回头率100%。王志强还在做最后的努力，我回去和我老公商量一下，
毕竟60多万不是小数目。女士客气地说：“理解理解，您先留个联系方式，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第一时间通知您。”王志强递过名片，女士接过名片，礼貌地告别后离开了。王志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嘟囔着：“又是一个光看不买的。”陈峰听到这话，不由得多看了王志强一眼。这个销售员的职业素养让他有些失望。店里另一个客户这时走了过来，是个穿着普通的中年男人，看起来像是工厂的工人。“师傅，那台车多少钱？”中年男人指着一台展车问道。王志强抬头看了一眼，语气明显不耐烦。“28万，能便宜点吗？这是统一价格，没有优惠。”王志强头也不抬地说道。中年男人有些尴尬，在车旁边站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“先生，您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？”小黎走过来问陈峰。他注意到陈峰已经在店里待了快1个小时了。“没有了，谢谢你的耐心介绍。”陈峰真诚地向小黎表示感谢。“你的服务态度很好。”小黎有些不好意思。“这是应该的。你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。”陈峰掏出一张简单的纸条，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递给小李：“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以后有优惠活动，麻烦通知我一下。”小李接过纸条，上面只写着陈峰和一个电话号码。陈峰拿起一本宣传册，又看了看那台银色轿车，然后向门口走去。王志强看到陈峰要走，内心松了一口气，他就知道这种人不会买车，浪费了他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陈峰走到门口时，回头看了一眼整个展厅，然后平静地离开了。李师傅看着陈峰的背影，继续忙着自己的工作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4S店的生意开始出现问题，客户投诉越来越多，主要集中在服务态度上。有客户在网上发帖，抱怨销售员看人下菜碟，对穿着普通的客户爱理不理。店长为此专门开了几次会，强调要改善服务态度。但王志强依然我行我素，他认为自己的销售业绩还不错，那些投诉都是小题大做。现在的客户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王志强在办公室里抱怨，有钱的不买，没钱的瞎挑刺。小李听了很不舒服。“王哥，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对所有客户一视同仁。”“一视同仁？”王志强翻了个白眼。“你是新来的不懂，做销售就是要学会看人。那些穷鬼浪费你时间，最后也不会买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什么样的人买得起车，什么样的人买不起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李师傅在一旁听着，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他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客户，有些看起来很有钱的人，最后连定金都付不起；有些穿着朴素的人，却一次性全款买车。就在上个月，有个穿着工装的客户被王志强冷落后，转身去了对面的竞争对手那里，结果人家全款买了一台50万的车。这件事传到王志强耳朵里，他只是说那是意外情况。与此同时，总部开始注意到这家店的问题，客户满意度评分持续下降，销售业绩也开始出现波动。几个重要客户因为服务问题转投了竞争对手，这让总部很不满意。“王志强，你过来一下。”店长又一次把他叫到办公室。“什么事？”王志强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“总部对我们店的情况很不满意，特别是客户投诉方面。你作为销售经理，有什么想说的？”“客户投诉？”王志强嗤笑一声，
现在的客户就是10多，我们的服务已经够好的了。店长皱着眉头看着他，你这种态度就是问题所在。总部已经发出警告了，如果再不改善，可能会考虑撤销我们的经营权。这话让王志强心里一惊，但他嘴上还是不服气。不至于吧？我们的销售业绩还是可以的，业绩只是一方面，客户满意度同样重要。店长严肃地说，你最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态度。王志强走出办公室，心里有些不安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。他觉得店长是在小题大做，那些投诉根本不值得在意。晚上，王志强和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聊天，又开始炫耀自己的专业眼光。我干销售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客户买得起车，什么样的买不起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王志强端起酒杯，就比如前几个月来了个穿工装的小子，一看就是穷鬼，还问什么保养费用，我就没搭理他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4S店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网上的负面评论越来越多，新客户流失严重，老客户也开始抱怨服务质量下降。总部派来的督察员发现了大量问题，客户投诉记录厚厚一叠，其中很多都指向服务态度问题，特别是有几个投诉都提到了同一个销售员王志强。这个王志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督察员看着投诉记录，皱着眉头问店长。店长也很头疼，我跟他谈过几次了，但他就是不改，这样的员工不能再留了，必须要么改正，要么离职。督察员的语气很严厉，店长点点头，心里知道这次恐怕真的要出大问题了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个客户投诉传来，这次投诉的内容更加详细。客户描述了王志强如何因为自己穿着普通就冷眼相待，如何在有钱客户面前变脸等等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这个客户在投诉最后写道，我已经决定不在这家店买车了，而且会告诉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服务态度，一个连基本尊重都做不到的地方，不值得我们光顾。这份投诉被总部看到后，直接引起了高层的重视。他们意识到，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员工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店面的管理问题。3个月后，最坏的消息传来了，总部正式通知，由于客户满意度持续下降和多起服务投诉，决定撤销该店的品牌经营授权，店面将对外转让。王志强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王志强激动地站起来，我在这里干了5年，怎么可能说撤就撤？店长无奈地摇摇头，这是总部的决定，已经无法改变了。而且，王志强，你的合同也不会续签了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王志强彻底愣住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不仅店面要失去，连工作都保不住了。店里的其他员工也都慌了，大家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人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，有人则在猜测会发生什么。李师傅看着眼前的乱象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在这里工作了10几年，对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但他也知道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。几天后，有消息传出，已经有人要接手这家店面了，但具体是谁，没人知道。王志强虽然已经被辞退，但听到风声说新老板可能会招聘有经验的销售员，于是想去碰碰运气，毕竟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，突然失业让他很恐慌。
转让手续很快就办完了，新老板将在下周一正式接手。所有剩余员工都收到通知，要参加新老板的见面会，到时候会决定人员的去留。王志强打听到消息后，决定厚着脸皮去试试看。他特意穿了最好的西装，还喷了香水，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。周一早上，剩余的员工们早早就聚集在店里，大家都显得很紧张，议论着即将到来的变化。不知道新老板是什么样的人，希望能重新开始吧，只要能继续工作就行。上午10点，一辆低调的黑色商务车缓缓驶入 4S 店门前，车牌号很普通，看不出什么特殊身份。车门打开，一个身影慢慢走下车来。当那个人转过身来的瞬间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王志强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坍塌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1年前被自己冷眼相待的那个年轻人，竟然会以这样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他面前。王志强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，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仿佛被人抽走了全身的力气，差点跌坐在地上。陈峰缓步走进展厅，目光平静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他的穿着依然朴素，但举手投足间却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。李师傅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，他激动地站起身：“是你，那个问尤浩的小伙子。”陈峰朝李师傅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李师傅，又见面了。”王志强此时已经完全懵了，他张着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脑海里不断回想着1年前的那个下午，那个被自己冷眼相待的年轻人，怎么可能是新老板？各位，我是陈峰。陈峰的声音不大，但清晰地传达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接手这家店的经营。店里剩余的几个员工面面相觑，都有些不敢置信。小李更是瞪大了眼睛，手里还握着陈峰1年前留下的那张纸条。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疑问，也有担忧。陈峰继续说道，但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这家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王志强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陈老板，我当时……”王先生。陈峰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依然平静：“我们等会儿单独聊聊。”陈峰召集所有员工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。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背景，原来他是某大型汽车集团技术部门的高级工程师，因为工作表现突出，被集团选中负责零售业务的创新项目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报复谁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。陈峰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来这里是为了做好汽车销售这件事，为了让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客户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服务。李师傅激动地说：“陈老板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那天你问的问题，还有你的举止，我就觉得不一般。”陈峰摇摇头：“李师傅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我穿工装是因为那天刚从工厂调研回来。我问尤浩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，这确实是我关心的问题。”小李举手发言：“陈老板，你那天给我的电话号码，我一直保存着。我还想着如果有优惠活动就通知您呢。”陈峰笑了笑：“谢谢你的用心，你的服务态度很好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”会议结束后，陈峰单独把王志强叫到了办公室。王志强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“王先生，请坐。”陈峰的语气很平和。王志强坐下后，双手不停地搓着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
陈老板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是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陈峰坐在王志强对面，你想说，如果早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不会那样对待我。王志强连连点头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真的很后悔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但这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。陈峰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你对待客户的态度不应该取决于客户的身份和财富。王志强涨红了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在责怪你个人。陈峰继续说道，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，太多的销售员习惯了以貌取人，习惯了看人下菜碟，但真正的服务应该是平等的、尊重的。王志强小声问道，那我还有机会吗？陈峰沉默了一会儿，我不会因为个人恩怨而决定任何人的去留，但是如果你想留下来，就必须彻底改变你的服务理念。我愿意改，我一定改。王志强急切地说道，改变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。陈峰站起身，我会给你机会，但需要你用行动来证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峰开始着手改革这家 4S 店。他首先制定了严格的服务标准，所有员工必须平等对待每一位客户，无论客户的穿着、年龄或者看起来的经济状况如何。他还建立了客户满意度评价系统，每个客户离店时都会收到一份评价表，可以对服务进行打分和评价。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卖车，更重要的是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。陈峰在员工培训会上说道，王志强被调到了后勤部门，负责车辆整理和基础工作。虽然职位降了，但他没有抱怨，反而很珍惜这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李师傅成了陈峰的得力助手，他对陈峰的改革理念非常认同。这么多年了，终于遇到一个真正懂得尊重客户的老板。小李也得到了提升，被任命为客户服务主管，专门负责客户关系的维护和服务质量的监督。店面的装修也进行了调整，陈峰去掉了一些过于奢华的装饰，增加了更多温馨、平易近人的元素。他希望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欢迎，而不是压力。改革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，客户投诉大幅减少，满意度评分持续上升。更重要的是，销售业绩也开始回升。1个月后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员工印象深刻的事情。一位穿着朴素的老大爷走进店里，想看看10几万的经济型车。小李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详细介绍各项配置，还安排了试驾。最终，老大爷很满意，当场决定购买，而且是全款支付。我在好几家店都看过。老大爷对陈峰说，只有你们这里让我感觉舒服，不会因为我年纪大，穿得普通就看不起我。王志强在一旁听着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他想起了1年前的自己，如果当时这位老大爷来店里，自己会怎么对待他？下班后，王志强主动找到陈峰，陈老板，我想我开始明白您说的话了。哦，陈峰看着他，那位老大爷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可能会觉得他买不起车，不会认真接待。但今天看到小李的服务，还有老大爷最后的选择，我觉得很惭愧。陈峰点点头，这就是我想让大家明白的，每个客户都值得尊重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能会买车，更因为尊重本身就是应该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店里的氛围完全变了，员工们开始真正关心客户的需求，而不仅仅是销售业绩。客户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，
口碑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来这里看车。王志强在后勤岗位上工作得很认真，他把每一台展车都擦得锃亮，确保客户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。他还主动学习汽车知识，希望能够更好地协助销售工作。3个月后，陈峰决定给王志强一个机会，让他重新回到销售岗位，但是是初级销售员的职位。我不会让你一下子回到原来的位置，陈峰对王志强说，你需要从基础开始，证明你真的改变了。王志强感激地说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重新回到销售岗位的王志强判若两人，他耐心地对待每一个客户，无论对方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再根据客户的穿着来判断购买力，而是真诚地了解客户的需求。半年后，这家 4S 店已经完全焕然一新，客户满意度在全市排名第1，销售业绩也创下了历史新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员工们都为在这里工作感到自豪。集团总部对陈峰的改革成果非常满意，决定将这种服务理念推广到其他门店。陈峰被提拔为区域经理，负责指导更多的 4S 店进行改革。一天，张总又来到了店里，他是那个1年前开着豪华 SUV 的客户。听说这里换了老板，服务有了很大改进，我想来看看。张总对小李说。小李热情地接待了他，但态度和对待其他客户没有任何区别，既不卑微也不冷淡，就是正常的专业服务。张总很满意，这样的服务才是我想要的，不会因为我开好车就过分热情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穿的普通就冷眼相待。最终，张总在这里订购了一台新车，还推荐了好几个朋友过来。王志强看到这一切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服务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。1年后，这家 4S 店成为了全国的标杆店面，陈峰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。许多汽车销售培训都会用这个案例来教育员工。在店面1周年庆典上，陈峰发表了感言：成功不在于你穿什么、开什么车，而在于你如何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台下坐着所有的员工，还有许多客户。李师傅已经成为了店里的技术顾问，小李被提拔为销售经理，就连王志强也重新获得了客户的认可。我要感谢一个人，陈峰继续说道，感谢王志强先生。王志强惊讶地看着陈峰，不明白为什么要感谢自己。如果没有1年前的那次经历，我可能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服务的痛点在哪里。是那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。王志强眼中含着泪水，他站起身，对陈峰深深鞠了一躬。陈总，谢谢您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庆典结束后，陈峰和李师傅在夕阳下聊天。您说，如果当初王志强好好接待您，还会有今天的改变吗？李师傅问道。陈峰想了想，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刻的改变。有时候，挫折和不公反而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。那您恨过他吗？恨。陈峰摇摇头，我从来没有恨过他，他只是这个行业问题的一个缩影。改变他，比惩罚他更有意义。李师傅点点头，难怪您能成功，这份胸怀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成功的定义有很多种。陈峰看着远方，但我觉得最大的成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应有的尊重。如今，王志强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销售员，他
他经常会和新员工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告诉他们要尊重每一个客户，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客户。王志强总是这样说，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很有钱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。2年后，陈峰离开了销售行业，回到了技术岗位，但他在汽车销售领域掀起的这场尊重革命仍在继续。那家 4S 店至今仍保持着优秀的服务水准，墙上挂着一幅字：以客户为尊，以服务为本。这是陈峰当年写下的，也是整个团队共同的信念。王志强现在已经是销售主管，他经常对新员工说：记住，我们服务的不是钱，而是人。李师傅虽然已经退休，但还经常回店里看看。每次看到那些年轻的销售员认真服务每一个客户时，他总是会想起那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店里的样子。小李现在已经是这家店的店长，他把陈峰的理念传承了下去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这家店不仅业绩优秀，更是客户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地方。故事的最后，当有人问起这个传奇时，陈峰总是淡淡地说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改变一个人很难，但当所有人都愿意改变时，奇迹就会发生。而那句话也成为了整个汽车销售行业的座右铭：善待他人，终有回报；真诚待人，方得人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者不是能够征服别人的人，而是能够感化别人、改变别人的人。陈峰用自己的宽容和智慧，不仅改变了一家 4S 店，更改变了一个行业的服务理念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，无论他的身份、财富或外表如何。这份尊重不应该有任何前提条件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。3年后的一个春日午后，陈峰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。那家他曾经接手的 4S 店要举办5周年庆典，邀请他作为特别嘉宾出席。虽然已经回到技术岗位，但陈峰对那段经历始终怀有特殊的感情。他穿着一身简单的休闲装，开着自己那台普通的代步车来到了现场。店面比他离开时更加繁荣，停车场里停满了各种车辆，有豪华轿车，也有经济型小车。每一位客户都得到了同样热情的接待。陈总，您来了。王志强远远的就看到了陈峰，快步迎了上来。此时的王志强已经是销售总监，但看到陈峰时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那份敬重。陈峰笑着拍了拍王志强的肩膀：看起来你们做得很好，这都是您当年打下的基础。王志强的眼中闪着光芒：陈总，我想让您见见一些人。王志强领着陈峰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展区，那里聚集着10几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，他们正在认真地咨询各种车型的信息。这些是附近工厂的工人。王志强介绍道，他们攒了好几年的钱，想买人生中第一台车。以前，说实话，我可能不会耐心接待他们，但现在，陈峰看到每一个工人都得到了销售员的认真对待，没有人因为他们的穿着而有任何不同的表情。庆典正式开始后，现任店长小李上台发言。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，但说起话来仍然保持着当年的真诚。5年前，我们这家店差点关门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做人的基本原则。小李看着台下的观众，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，要感谢一个人，陈峰先生。
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陈峰有些意外地被邀请上台。其实我没想到会被叫上台。陈峰笑着说，因为真正创造奇迹的是你们每一个人，不是我。5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家店时，我只是一个想了解车辆信息的普通客户。当时的经历让我意识到，汽车销售行业存在的不仅仅是服务问题，更是人与人之间基本尊重的问题。台下有人问道：“陈总，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报复？”陈峰摇摇头，报复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当我成为这家店的老板后，我想的是如何让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不再发生在其他客户身上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今天看到这么多不同背景的客户都能在这里得到平等的对待，我觉得当初的努力是值得的。”庆典结束后，陈峰被邀请参观了店里新设立的客户服务博物馆。这是小李的创意，用来展示这家店服务理念的变迁历程。博物馆的入口处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，正是5年前陈峰第一次来店里时的监控截图。照片中的他穿着工装，背着双肩包，神情有些拘谨。这是我们的起点，小李指着照片说，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每个客户都可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启发。展厅里还陈列着这5年来客户的感谢信，有工人、教师、退休老人、大学生，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被尊重的感觉。其中一封信特别引人注目，是一位清洁工大姐写的：“谢谢你们没有因为我的工作而看不起我，让我也能像其他客户一样享受到专业的服务。这台车虽然不贵，但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购买。”王志强站在陈峰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陈总，您知道吗？现在我最自豪的不是销售业绩，而是每当有客户说在你们这里感觉很舒服时的那种满足感，这就够了。”陈峰点点头，当工作不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而是为了给别人带来快乐时，你就找到了工作的真正意义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